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56年屬猴人注意，2026年這場大劫已進入倒計時，債主出現就是分水嶺信號。1956年出生的屬猴人一定要認真看完這期視頻內容，因為你即將面對的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一年起伏，而是一場已經进入倒計時的大劫考驗。很多人一聽到大劫2個字就會害怕，其實真正懂命理的人都明白，大劫並不等於大禍，它更像是一道分水嶺，跨過去，後半生順風順水；跨不過，後面的10年都會被拖着走。而對1956年的屬猴人來說，2026年正是這樣一個決定後半生走向的關鍵節點，尤其要注意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債主的出現。不論是明着來還是暗中催，這都不是偶然，而是命運給你的提醒。為什麼偏偏是1956年的屬猴人？從五行上看，1956年是丙申年，天干丙火，地支申金，形成的是火煉金的命格。這種命格的人，年輕時多折騰，中年多操勞，晚年本該逐漸穩定，但前提是命中的財劫和因果賬必須清完。如果沒清，火就會反噬金，表現出來的就是晚年壓力、財務糾紛、人情債、舊賬翻出。而2026年正好是引爆這個結構的關鍵年份。很多1956年的屬猴人可能已經隱隱感覺到了，從2024年、2025年開始，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很微妙的變化，比如原本已經以為過去的事情，突然又被提起；原本覺得算了的舊賬、舊人、舊糾紛，開始重新進入你的生活。甚至有些人會發現，明明自己沒有在主動惹事，卻總有人來找你算賬、談錢、翻舊事。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大運即將切換前的清賬期。從運勢節奏上看，2026年對1956年屬猴人來說，是一個典型的先壓後分的年份。所謂先壓，就是在正式轉運之前，你一定會感到壓力集中出現，尤其體現在錢、人情、責任、過去承諾這幾件事上。而所謂分水嶺，就在於你面對這些壓力時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命理中有一句話說得很直白，劫不是來害你的，是來逼你了賬的。你若逃，劫就追；你若面對，劫就散。這裡必須重點說到債主這個信號。很多人以為債主只代表金錢，其實不完全。對1956年的屬猴人來說，債主可以是3種形式。第一種是真正的金錢債主，可能是過去借過的錢，擔保過的事，合夥留下的尾巴，甚至是你以為已經不了了之的經濟關係。第二種是人情債主，比如曾經幫過你，你卻一直沒還情的人，或者你當年許下過承諾，卻一直拖着的人。第三種是因果債主，比如家族內部的舊矛盾，長期積累的不滿，被你忽略的責任，這些都會在2026年前後以有人找上門的形式出現。為什麼說債主出現就是分水嶺信號？因為在命理中，屬猴遇到申金被沖、被引動時，最怕的不是破財，而是拖延。只要你一拖，事情就會變複雜；只要你一躲，問題就會擴大。但如果你在債主出現的第一時間，選擇正面處理，理清賬目，態度明確，反而會發現事情沒有你想象中那麼嚴重，甚至會成為你後半生運勢轉輕的關鍵一步。從財運角度來看
1956年的屬猴人其實並不缺賺錢能力，你這一生靠腦子、靠判斷、靠人脈吃過不少紅利，但問題在於你的財來得快，走得也快，很容易形成錢沒少賺，手裡卻留不住的狀態。2026年這場大劫，表面看是壓力，實則是一次強制幫你止血的過程。如果你願意在2025年底到2026年之間，主動清理債務，收緊投資，減少不必要的擔保和人情往來，那麼這場劫不僅不會傷你，反而會幫你把後面的財路重新梳順。再說事業和家庭層面，很多1956年的屬猴人其實已經到了該退不退，該放不放的位置，一邊嘴上說想清靜，一邊又捨不得權力、責任和掌控感。可2026年的運勢非常明確地告訴你，有些事必須放手，有些局必須退出。如果你繼續硬扛，身體和情緒都會先扛不住，進而影響家庭關係。反而是那些懂得在這一年減負的屬猴人，後半生會明顯輕鬆很多，家運也會慢慢回暖。家庭中尤其要注意一點，那就是不要因為錢，就是面子問題，把矛盾拖進親情裡。2026年前後，屬猴人非常容易因為幫誰不幫誰給多少不夠而產生家庭摩擦，這其實也是劫的一部分，考的是你的取捨能力。記住一句話，這一年保住家庭穩定比保住面子重要，守住底線比討好所有人重要。從健康運勢來看，這場大劫也會以身體信號提醒你，不是嚇你，而是實話實說。屬猴人在這一階段要特別注意心腦血管、睡眠、神經系統和舊疾反復。很多時候不是病本身嚴重，而是長期壓力積累導致的反應。所以越是臨近2026年，越要學會放慢節奏，不要再硬撐我還能扛。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一句，那這場大劫到底能不能化？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關鍵就在於你現在的選擇。命不是一條死路，命是趨勢。對1956年的屬猴人來說，化解這場劫的核心只有4個字：清、斷、穩、退。清賬，斷舊局，穩現金流，退一步換長安。只要你在2026年前後做到這4點，後半生的運勢會明顯不同，甚至會出現一種越老越順、越老越安的狀態。反過來，如果你選擇繼續拖、繼續賭、繼續扛、繼續講面子，那麼這場劫就會被無限放大，變成長期消耗，讓你本該安穩的晚年變得勞心勞力。這也是為什麼反覆提醒你，債主出現不是壞事，而是命運再給你一次改寫後半生的機會。最後想對1956年的屬猴人說一句掏心窩子的話，你這一生已經夠辛苦了。2026年不是讓你再拼一把的年份，而是讓你收官、清算、轉斷的年份。你若看懂，順勢而為，後半生真的可以輕鬆很多。你若看不懂，逆着來，命運就只能用更重的方式提醒你。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对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